Hello，欢迎来到宇宙收发室，我是你的 Reader Holly。今天我们要做的题目是万事俱足，只欠东风。你的东风是什么呢？今天这个题目非常适合拿来问，如果你心中有什么想要达成的愿景，或是说你有一个呃要正在执行的计划，或是想要做的一个什么计划，而你总是觉得好像 something missing，好像就是少了其中什么元素，好，一直都没有办法都齐全，好，然后一直好像没有办法水到渠成的那种感觉。那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就是来问说，那个最欠缺的元素是什么呢？这个元素都齐了之后，一切就能顺利的开展。那这个题目呢，会需要你个别的问状况哦，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两个想要问的事情，那你要第一件事情先选一次，然后第二件事情再分开来选，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搅在一起，然后去做选择。好 ，OK， 好，那现在就请大家先做几次的深呼吸，好，把你的能量往下带，心中想着你想要问的那件事情，好，记得哦，一次一件事情就好了。想好了之后，心情也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就来做选择。好，如果你需要更久的选择时间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选好的话，我们待会见。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的选择是 time 时间。那这张牌已经算是道尽了很多东西哈，就是说大家其实最需要的是时间。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你需要更久的时间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又或者对某些人来说，那个时间指的是一个 timing， 好，一个时机，时机对了就好了。就可以了的那种感觉。好，那我先来抽塔罗牌来看看大家目前的状况，以及大家想要达到的愿景是什么样的状态哦。好，那我看到的是在左边的部分的牌是代表只是你们的状态，以及右边的牌是代表你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愿景。那我先说，我感觉得到的是，目前选择一的朋友们，你们的状态就是说，对于你们想要成就的这件事情，你们的状态是暂停的。好，也就是说没有动静的，好，是没有什么动静的。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观望，或者是说你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施展，脚步没有办法迈开来的感觉。那我看到的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我感觉到的是，可能大家有一些是处在一种悲伤的状态里面，或者是一种心痛的那种感觉。那我看到的是，有些人选择了黯然离开。好，那我看到怎么说呢？虽然说这样子讲可能会有一点陈腔滥调，但是我想说的是，第一组朋友们，你们的东风是时间，也就是需要时间来去冲淡这一切，或者说需要，与其说冲淡，其实我觉得冲淡算是一个很粗暴的讲法哈，其实有点不够精准，但是我觉得总而言之。随着时间过去，你会能够慢慢的去了解到，就是说，这一切发生的缘由是为什么的那种感觉哦。那我看到是在右边呢，是你们想要达到的愿景。我感觉到的是你们希望你们的灵魂深处的焦虑，或者是说你们的一种像痛苦，甚至就是说觉得精神上很折磨，甚至到失眠，都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你们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得到疗愈。好，那我看到的是，就你们的现状来说，你们其实就好像这个倒吊人一样，当我们人做倒立的
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是血液全部都冲到头部来。好，所以我感觉到的是你们的头脑的能量用的非常的多，有点用的太多，导致于你可能就会一直卡在那里，好，一直不停的重播什么东西，或者是一直不停的，它像是一台坏掉的唱片机什么的，它一直在重复一些什么东西。好，那我看到的是在宝剑六这里的状态是，我觉得你们其实已经开始想要做一些什么去改变这个状态。好，其实你的这艘小船呢，已经启程了，只是说我觉得你对于彼岸的光景，好，也就是说今天你可能已经着手去处理一些你觉得是问题的一些状况，但是你对于就是说未来这个譬如说你选择这个工具，或者说你选择拿来帮助自己的这个方法到底有用没用，我觉得你其实是好像不抱着什么希望的。好，你只是觉得很累了，我真的很想要休息了，好，我想要去到一个更平静的地方了的那种感觉。那我看到的是就好像这个沙漏的图案里面一样，好，就是说随着沙慢慢的流荡，好，流下来到这个下面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太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切尘埃落定，好，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心绪能够越来越沉着，你能够好好的沉淀自己的能量，沉淀自己的思绪的时候，这一切就能够慢慢的解套了。那我看到的是这里想要达到的愿景，这里出现了宝剑9。好，那宝剑9通常代表就是一种很焦躁、很焦虑，好，甚至非常过度的担忧的那种感觉。那你希望这一切能够止住，就此止住，就是打住，不再担忧。OK， 好，那我们就来抽一下其他的塔罗牌，来看看灵性团队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讯息要给你。好，首先我们抽到的是宝剑骑士、教皇、正义以及权杖8。我感觉到的是这边有一些额外的讯息首先第一点是，我觉得大家原本那个卡关停滞凝滞的能量已经要结束了，要么就是刚结束了，或者是说即将就要结束。所以我觉得其实灵性团队想要跟你们讲的是，你们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好，所以这个部分你不用担心。好，那不管你近期采取了什么行动，不管是你刚采取不久，或是即将有考虑要采取什么行动，我看到的是这个行动对你来说是好的，而且其实是可能是受到指引的。其实你的团队是有在指引你往你现在的这个道路去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目前自己走的轨道有很多的怀疑，或者说很多的担忧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先放下来的。这部分你可以不用那么担心。那再来，在 time 的下面出现了 justice 的这张牌。 justice 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讲跟业力有关。那我们的 time 时间这张牌它在占星学上其实也连接到像土星，也是一样，是代表一个个人业力的那种氛围。所以我觉得今天灵性团队想要跟你说，你已经启程了，所以这个部分你不用担心，你已经启程了，而且你在对的道路上，这个你都不需要担心。但是事情要来到这里会需要一些时间，而那个时间是一个怎么说，它像是一个神圣的时间点。应该这样说，是宇宙有安排一个时间点。好，那等那个时间点一到，这些就能够水到渠成。所以就是要请你稍安勿躁了。就是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沉淀，平静是你现在可以试着尝试去让自己能够得到这样子的身心状态。好，
那我看到的是在这个焦虑的这一张宝剑九的下面出现了宝剑八，出现了权杖八，好，权杖八。那我想看一下圣杯一下面会有什么牌出来哈？可以再给我多一张卡，完整的去解读这个讯息吗？好 ，OK， 哇哦 ，Star， 呼。我真的是有一种替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好，那 anyway， 好，我觉得是灵性团队想跟你讲的，就是说那个 timing 快要来了。好，因为大家抽到权杖八是非常快速的牌，timing 快要来了。好，所以大家可以不要那么担心了。好，大家可以不要那么担心了。好，这个希望就在前方，它快来了。好，所以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第一组的朋友们哈，就算没有进来听这个占卜，我觉得你们事情终究也是会成，只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而已。好，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而已哈。那一样的就是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好，那当自己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也是跟自己讲，就是说不要担心。好，虽然眼前的一切是未知，但是我是受到宇宙、受到我自己灵性团队的指引。好，整个宇宙都在帮我的。好，所以请大家放心好吗？好，那再来哈，我们要来最后抽一张牌卡，好，来作为一个结语。好，能不能给我们的第一组朋友们一个建议，关于他们很想成就的这件事情？好，再洗一下。不能给我们一个第一组朋友们的建议，关于他们很想成就的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建议好吗？好，我们抽到的是 Awakener， 觉醒。好，那我觉得很棒哦。我觉得很棒，觉醒 Awakener。像这只像猫头鹰的这个动物哈，你看它这边好像有一个吹奏的乐器在这里哈，让我联想到吹哨者这个词。好，不知道大家想成的事情跟吹哨这件事情有没有关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在走的这条路都是代表就是说你是觉醒之人。好，就是说因为你觉醒了，所以你才有办法踏上这条路的。好，不然你会一直卡在前面这里。但是因为你已经觉醒了，好，那所以当大家真的就是说怎么说，当大家的能量状态有那么一点受到动摇的时候就是也是一样跟自己讲，就是说我踏上的是对的道路，我踏上了对的道路，我不需要怀疑。好，那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所谓觉醒的过程不管是在什么样的面向，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很大的能量的翻转，所以会有一定程度的震荡。那我觉得这些感觉应该是你们之前就已经经历过的现在如果还有再经历的话，那应该程度是相对的比较弱一点了，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吧，对不对？好，那所以我觉得任何状况底下觉醒都会是一件好事。那我不知道大家的觉醒是反映在你们的什么面向上那不管如何，我觉得今天抽到这张牌其实也是宇宙给你的一个确认，一个肯定。你正走在一个觉醒的过程中。好，那所以祝福自己也祝福你们我也祝福你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以今天牌面看起来是非常 promising 的是非常有希望的。那也是祝大家一切顺利顺遂，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OK，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占卜。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的指引牌是这一张 Healer。
疗愈者。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抽牌看看大家的现状，以及大家想要达到的愿景，好，以及一些灵性团队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OK， 好， OK， 好，那我看到的是基本上我们的第二组的指引牌是这张 Healer， 好，那就代表就是说有些东西需要被疗愈，好，或者是说你正在走在一个疗愈的过程里。 OK， 好，那大家的现状抽到的是权杖10以及金币3。好，那权杖10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人他身上有很多的负荷，很多的负担。那我看到的是在右边的这边，就是说大家想要达到的愿景的这个部分有出来圣杯2。那圣杯2多半讲的是一种关系。好，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二组朋友们主要抽来问的事情是不是跟关系比较有关联呢？好，那在我往下解读之前，我想要先再抽一下其他的塔罗牌，来看一下灵性团队还有没有什么话想针对第二组的朋友们说，能不能再给我多一些讯息呢？好，我觉得我看到的讯息还蛮深层的好，那大家就听听看吧。首先呢，我感觉到的是大家其实现在的能量场上或者说你的细胞记忆里储存着一些来自于过去时代或者是说你的童年，你的原生家庭可能是一些对你来说，对现在的你来说了不再适用的一些信念跟思维。好，那这一些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可能是经由你的外在环境，或者说你的家庭甚至可能来自前世直接传承下来到你身上的一些状态或是一些设定而这些对你现在你来说是非常沉重，而且它对你的现状是应该怎么说呢？应该就是说它是阻碍你现状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吧。好，那我看到的是大家其实也是有想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抽到这个金币3，那金币3多半代表的是一种学习或是合作。一种学习或合作，那但是这个部分呢，比你想象中的要花好长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一直觉得就是说好像东西有在进展，但是怎么那么慢啊？就是说那个齿轮有啦，它有本来可能完全转不动，但是它现在有在转，可是反正就很慢然后我觉得很有可能大家因此有一点就是好像失去了耐心的那种感觉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正中央我们的中央的牌 Healer 跟 The World 象征是一个东西一个事情的圆满。所以我觉得不管现在我们大家经历到的是什么是对于进展速度太过缓慢的焦躁也好，或者是说觉得非常沉重，有沉重的负担也好，我看到的是这一切是会被疗愈，它是会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选2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会觉得说真的它会完成有点难以想象但是我觉得既然你抽到了 World， 就是事情会有一个了结事情会有一个了结那当这个事情结束，也是代表就是说你的疗愈也已经到了一个完成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征兆。那再来到了这个
愿景的部分，好，就是说大家想要完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好，那不管怎么样，好，愿景的部分我看到的是太阳，好，圣杯2，这支非常好的牌。好，那太阳在这里，我觉得好，怎么说？我看到的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关键，好，会在近期之内揭露，让你知道，好，你会突然可能灵光一现，就说我知道哪里卡关了，好啊，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状况了，哈。那我感觉到的是哈，今天还有一个额外的讯息是比较针对感情关系的部分了哈。那如果这个部分是你主要想要问的事情的本质的话，你可以听听看哈。那我感觉到在关系上的话，我感觉到的是你们的这段关系其实可以回溯到很久以前，好，或许你们是青梅竹马，好，或者是说你们真的在一起很久很久，从小时候就认识等等等等，但是这段关系其实带给你非常大的负担负荷，或者说一些精神压力，好，那我看到的是在未来，好，你会来到一个点上，好，就是觉得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好，在这段关系当中有很多的负担负荷，而我想要我想要疗愈，或者说我想要改善这一块，好，所以我觉得你们某些人会突然下定决心去做出这个决定，好，去做出这个决定来，就是说让自己在那个关系当中能够更有，怎么说呢？能够跟对方是更平等的，好，更平等的。如果你们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平衡的状态的话，我看到的是你们会做出一个决定，希望去调整这段关系，让这段关系是平衡的状态，好。又或者对于某些人来说，好，因为这边有抽到了一张宝剑4，好，那宝剑4在这里我看到的是，或许对于某些人来说，你的前方的阻碍，好，也就是说你的那阵东风的关键是原谅，好，是原谅，是放下过去，真的就是说放下过去的恩怨啊，好，然后去做出一个原谅的这样子的举动哈。但是我必须要说哈，原谅这种事情哈，也不是说今天谁跟你讲说啊，你只要原谅的话，你就怎样，然后不可能哈，因为原谅应该是一个很自然而然达到的一个心境跟过程，好，不是说你嘴上说原谅，你心里就原谅嘛，好，因为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所以我觉得他这边要讲的是，当你的什么东西被疗愈了之后，你可能就可以来到一个你可以自然而然走到原谅的这个位置来，而做出这样子的作为。好，那这会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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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帮助，对你个人哦，好，对你个人，我们先不要讲说参与你的就是说你问的事情的其他关系人，好，就是光是疗愈到你个人那个就非常棒了，好，那就是非常棒了哈。好，那最后哈，我想要再来抽一张牌，好，来作为一个结语哈，也就是灵性团队给我们第二组的最后一个建议。好，抽到了 Green Man。好，必须要说啊，这个看起来跟 Sun 是不是很像，对不对？好，这张牌其实跟土地有非常大的连结，好，然后它就像是怎么说呢？好，就像是像赤脚踩在草地上的那种感觉，好，就好像你跟大地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你跟地球上的所有的植物动物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种合一的感觉，好，所以在那样子的氛围里面，那样子的感觉里面，你不会觉得孤单，好，你不会觉得孤单。那所以我觉得在这张牌里面，我觉得有两个关键，好，第一件事情是
你需要被疗愈的这个点，它是可以回溯到很久以前，这个符合我们刚刚抽到的这张牌。然后就好像这张牌上面这个 Green Man 上面是一朵花，下面有一些根系往下穿哈，所以我感觉到的是你即将体验到的这个疗愈哈，它其实是非常深层的在翻转着你的状态哈。那你就好像那些改变是在地表以下的，好，在一株植物的土表以下，有各种不同的疗愈正在发生。所以当这个东西它整个疗愈完毕了之后，你整个人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好，那翻转在哪个层面呢？这是第二个讯息哈。翻转在我觉得你可能之前常会觉得就是说你跟外界缺乏连结，好，或者说你跟人你在关系上你很难去扩展你与其他人的连结。好，那在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要疗愈的主题之一。好，那所以今天出来这张牌，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预兆，好，也是一个很好的预兆，好，那同时也是说明，就是说，今天我们讲说题目是万事具足，只欠东风。你的东风就是你有一些回溯于根源于过去很深层的东西需要被疗愈。好，那一旦这个疗愈被启动了，一旦你走入这个疗愈的过程当中之后，当它疗愈好了之后，一切就会翻转咯。OK， 好，那衷心祝福各位能够顺利的走上这个疗愈的过程。那今天的这个占卜，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Hello， 选择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抽的指引牌是这张 Death。OK， 好，那我们就先来抽塔罗牌，来看看大家的现状，以及大家想要达成的愿景，还有一些其他灵性团队要给我们的建议。好，我们再来做解牌。大家抽的牌很有趣，好，你看到最左边跟最右边分别是权杖皇后以及权杖国王，好，而且他们是互相看的一个状态哈。那 Death 的左边出来是命运之轮，右边是 The Hermit。OK， 好，那我感觉到的是大家的这一趟这个所谓的万事俱足只欠东风的这东风哈，是 Death， 是意味着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意味着就是说有些东西它是要结束的。好，有些东西是要结束的， Death 其实就是结束的意思。好，结束的意思。好，有些东西它是要结束的。那什么东西要结束呢？我觉得是某一种阴性的特质。好，某种阴性的特质，然后你们想要去到的愿景是需要一个更多阳性特质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就先来抽其他的塔罗牌来看看额外的讯息。好，就我目前看了牌卡来说哈，我觉得跟人际比较有关系哈，或者是说跟你的人格特质有关哈。那总而言之，我看到的是刚刚这边左边的牌就是代表大家的现状哈，那右边牌的话代表是大家想要达到的一个愿景，那中间就是我们所谓的东风的部分了哈。好，那东风的部分也就是说事情的一个关键关键的话就在于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做出结束的这个决定。好，你是否能做出结束的决定哦？好，那我看到的是因为今天牌卡里面有出来 Lovers 以及又有圣杯2，然后又有权杖皇后跟国王同时都出来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关系有非常大的连结。好，那不知道大家的问的事情是不是比较多跟
关系有关呢？或许是你的恋情，或者是你的婚姻关系，好，或者是你跟什么人的关系等等的。好，那我看到的是大家的现状是，我觉得你们很想要离开，好，很想要离开某个状态，或许是离开一段关系，但是这个决定对你来说非常的大。好，要做出这个决定对你来说非常的大，好，你觉得那基本上是会让你的生活整个180度大颠倒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某些人来说，你觉得要做这个决定很困难，好，要做这个决定很困难。但我看到的是右边的部分，哈，首先这边 Hermit， 然后又有宝剑4，好，那 Hermit 基本上除了它就是带有很睿智的智慧之外，它同时还有代表一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人的，好，他是一个人，他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对不对？好，那宝剑4在下面也是一样一个人，好，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灵性团队在这边已经有塞一些建议要给你们进来了，哈。那我觉得建议是，哈，你一个人，好，对于之后的你来说是比较好的，好，也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用关系来比喻的话，好，假设说你有个念头想要了结掉目前的关系，好，但是这对你来说这个决定还蛮困难的，我觉得应该是还蛮困难的。但是今天这件事情要成，因为我们问万事俱足，只欠东风嘛，对不对？这件事情要成，就必须要你做出一个了结的一个决定，好，一个结束的一个决定。而你一个人，好，你假设说你从这个关系中你结束这段关系，然后你变回单身的状态的话，其实对你自己来说是好的，好，对你自己来说是好的，因为其实我看到的是你有很多你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去消化去沉淀，然后你有很多你可能有一些你想要自己处理的一个状态，好，就是说有的时候跟别人建立起关系，在关系当中的自己，当然的挑战也好，或者是说能够得到的东西也好，是跟自己单身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那我看到的是，其实灵性团队是想跟你讲的，就是说其实之后有一些东西是你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或者说你需要你自己去成长的，而这个可能不会是你还处在关系里面当中是可以得到的，这样子。好，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单身的状态的话，你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成长，好，你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疗愈等等等等的这个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而且对于你的身心健康来说也是比较好的哦。好，我们这边有超金币石，那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可能在财务上可能也是会比较健康的状态，哈，就是对比于你处在关系里的状态的时候 OK。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会需要去思考一下的状态了哦。好，那我们再来抽一张神谕卡，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第3组的朋友们。Intimate， 这张牌出来我觉得是灵性团队其实想要跟你们讲，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对自己要温柔一点，好，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关爱，好吗？那我觉得大家在这段时间或者说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你会是可能会是一个容易处在脆弱的状态当中，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好，是一个过程，你不需要好像觉得自己很没用或什么的，好好的陪伴着自己。好，那如果有什么能够带给你疗愈好
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人陪伴在你身边会让你觉得疗愈的话，你就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们会需要陪伴自己温柔的走过这个过程。 OK， 好，那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今天这个讯息其实来的还蛮明确的。那我觉得这个决定不管是怎么样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但是话说回来今天大家每一个人来听占卜的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听了牌卡的解读之后就决定要怎么做因为其实大家心中都应该是自己心里有个底我觉得其实像在这种比较关键的时刻，你可以静下心来问问你的肚子，问问你的肚子，在你的肚子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问他说，你觉得怎样做才是好的？这样子做好吗？那样子做好吗？你可以聆听身体给你的回馈。好，那对于某些人来说，你可能是问肚子，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你可能是问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因为其实身体也是有他们自己的意识的所以你可以听听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被困在自己的脑袋里面我们会想象各种的情节以及想象各种的结局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身体比你更清楚你对你最好的是什么所以不妨大家静下心来去做这样子的练习。 OK，好，那今天这边就是给第3组的朋友们的讯息了。那希望今天这个讯息对你们来说有所帮助。那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帮这支影片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